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北武汉，看我身后停着一艘大船，这个是长江3号邮轮啊，我马上要去坐这个船了。这次呢是从武汉开船到重庆，全程呢8天7晚走长江三峡这个航线啊。今天武汉这边下大雨，哇，现在雨好大呀。然后呢，我会全程记录这段旅程啊。现在呢，我就登船，带大家去参观一下这艘邮轮，看看我的房间怎么样啊。这是目前三峡上面最豪华的邮轮啊。先看一下这个船的外观啊，非常的大，上下一共有6层，长度有150米。它是2022年去年下水的新船啊，电力推进的，开起船来没什么声音，很安静。然后每个房间呢都是带阳台的啊，硬件设施非常的好。从这边开始登船，一进来有一个欢迎的这个姜茶吧，外面天冷嘛，喝点热的。这边是大堂啊，办入住前台，这边是餐厅。餐厅我吃饭的时候再去拍吧。这里有2个上楼的电梯啊，电梯这里写的每一层有些什么设施。然后这里也可以走楼梯上去，走吧，这边就是房间区了啊。哎 ，Hello， 这不是那个磊哥吗？我经常看你视频，磊哥。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。磊哥是专门做这个三峡邮轮的，之前我不是也坐过2次三峡邮轮嘛，所以跟磊哥也都认识了。对，老有人这么巧呢，这次就碰到你了，你也在这个船上啊？对对对，刚好这一班船是全年最后一班，然后长江3号。这船你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这个硬件设施什么都挺豪华的。对，这个是长江三峡这个整体造价最贵的一艘船。这艘船呢，它的造价已经在2.7个亿，然后它的大堂呢就很有大厅的感觉。你上次去那个船可能没有这种大堂，它采用2到4楼的这个商业街的这种设计，两侧呢全部是店铺啊，还有一些咖啡馆呐，包括按摩中心、美容美发，还有摄影中心，还有一些礼品店啊。而且正好让磊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2楼啊。对。这次真是太巧了啊，在船上碰到磊哥了。磊哥的抖音是那个何磊带你玩转游轮，大家对这个三峡游轮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，都可以找磊哥咨询啊。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长江三峡，希望你们爱上游轮旅行，我们都在三峡等你。行，那磊哥你先忙，我先其他地方再转一转。有问题找我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拜拜。哎，看他这个大厅挺宽敞的吧？这挑高好几层呢。我现在站的是2层，这3层、4层，这有2个观光电梯。哇，这个上面2层都是客房房间，然后2层这里这两边都是商店，感觉像逛商场似的啊。这边也是商店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观光电梯。我住的在这个后面呢。这里一排客房，给大家看看我住在哪里啊。我的房间到了，这边先关上门，先看看整体啊，非常的宽敞明亮啊，装修也挺好。一个大的落地窗，外面还有阳台，2个床的。这次呢是有一个摄影师跟我一起去啊，摄影师还没来呢，我先来了。房间里的设施非常齐全，跟5星级酒店是一样的。大的彩电，铺的地毯，这边写字桌，沙发、茶几，非常好啊。打开看看这个阳台，哇，坐在这里喝喝茶，然后看着外面的景色。你看，坐在这里，到时候船走开的时候就可以看风景了，非常的惬意。然后看看那个洗手间啊，对，这边是那个喝水的地方，每天会送2瓶矿泉水，然后还有各种的茶，红茶、绿茶，还有咖啡、普洱茶什么的啊。然后这边是一组衣柜、衣架、手电筒，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救生圈嘛，这是因为在船上嘛，所以要准备这个东西。
这下面是拖鞋、鞋拔子之类的。这边是卫生间。Hello， 洗手台、毛巾、浴巾，淋浴间。哇，非常宽敞啊！没想到船上的这个卫生间空间还挺大的。这边是洗发水、护发素啥的啊，沐浴露，然后牙膏、牙刷。这里面是梳子、浴帽啊、护理包、针线包啥的，反正非常齐全。这里还有吹风机，基本上酒店里面有的这里都有。而且它是新船嘛，豪华船。这些硬件设施非常好，挑不出啥毛病来呀。最关键是这个房间都比较宽敞，比普通的船要大一点啊，这房间比较宽敞。这边是餐厅，第一天登船，晚上有晚餐啊。看一下吃的什么，这边是米饭、花卷、馒头，然后莲藕汤、蔬菜汤，烤鸡翅、回锅肉，这边是鸡丁，然后鱼，这里还有鱼丸，这是什么菜呀？青菜、蒸鸡蛋，还有娃娃菜，这边全是热菜，然后这边是凉菜，好几种了啊！自助餐随便选。这边是水果啊，火龙果啥的，蛋糕，好几种蛋糕，这个挺好吃的，这是夹心的面包，这是小杯子的蛋糕。好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有很多座位啊，随便坐。它这个游轮，有的游轮是提供登船晚餐的，有的船是不提供的。像这家是提供登船晚餐的啊，吃的还不错。我已经吃完一盘了，非常好吃，又拿了一盘。这盘主要是拿点水果，再来几个鸡翅，这是烤的鸡翅，很好吃。晚上到6楼的甲板来看风景了，吹吹江风，看看武汉的夜景。这个地方就是武汉港码头，我们船就停在那里。现在开始开动了，带我们在这个江上面转一转，看看武汉的夜景。哎呀，你看这个灯光，晚上是灯光秀啊，据说每天晚上都有呢。武汉这个灯光也太漂亮了哈！看看那边的，这甲板上布置的还挺好看的。看这个夜景多撩人呐、布置的真不错。然后看江这边的这灯光更好看呀，这边的楼好像更高。你看那个楼的顶上呢是那种尖尖的这种风格造型的楼，哇，太美了！大江大河大武汉，武汉确实是非常有大格局啊。看最前面那个桥，哇，这三角形的灯光啊，看前面这两个就像两座塔一样啊。它这个灯光都是统一的，统一变换颜色，变换图案。哇，我们的船在这里掉头了。对面这是个电视塔嘛，这灯光也是一直在变换颜色，好美呀！你看这个倒影啊。然后这里呢就是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，这是长江上第一座大桥啊，57年建好的。然后那里就是著名的黄鹤楼，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，那是武汉的地标建筑啊，最有名的建筑了，黄鹤楼。不登黄鹤楼等于白来武汉啊！躺在这椅子上，吹着江风，看着这种夜景，人生太美好了。看这种灯光秀，坐在船上是最佳选择，因为船在江的中间呢，江两岸的灯光秀都能看得到。如果你在岸边看的话，只能看到对岸的。哎呀，看多美呀！
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长江游轮上啊，长江3号。昨天这个船从湖北武汉出发的啊，开了一晚上没有停。今天第2天中午到达湖南岳阳了。身后啊，这是洞庭湖，现在船停在洞庭湖里面。这个湖里面停了很多的船的。远处那个桥是杭瑞洞庭大桥，高速公路。我们马上现在要下船到那个岳阳楼去玩一下，中国4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。然后对面呢就是这个岳阳的陈林基港口。船已经靠岸了，我们马上要下船了。今天这里特别的冷，而且还下雨，我都穿上羽绒服了。在香港啊，昨天还是过夏天呢，今天来这里就过冬天了。走吧，下船。下船的时候在大厅这里集合呢，因为住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它分成好几个小组，有导游带着下船去玩啊，在这里点名呢。这里有这次航行的地图啊，从武汉出发，最后到达重庆，8天7晚，在途经呢岳阳、荆州、宜昌、三峡大坝、巫山、奉节、涪陵，这么长的旅程了啊！上岸了啊，千年港埠陈林基港。回头看一下我们坐的这个长江3号的大船，哇，150米长的啊，一共7层，非常的豪华。一上岸，有大巴车已经等在这里了，直接上车去景区。它是靠的现在的一种东西，可能我们在座的还没有那个。现在日本、韩国、朝鲜很多地方，只需要坐车10分钟啊，现在就到了岳阳楼景区了。进去参观，跟上这个拿旗子的导游啊，他给我们讲解。这个就是大门口了，巴陵胜状、岳阳天下楼、洞庭天下水。这里门票是70块钱啊，但因为我们是船上的嘛，所以走团队通道都免费，包含在船费里了。这个是5A级景点啊，然后刷身份证就行了。检票进来有一个小喷泉，这地方是5楼朝观的小景点啊。岳阳楼在那个后面呢，然后这旁边呢有5个历朝历代的这个仿式的岳阳楼。因为这个岳阳楼它在以前老是被摧毁啊，然后又重建，一共历史上唐宋元明清5个朝代都见过，所以现在把它们都复制的放在这里了，供大家游览参观。然后旁边这个城墙外面呀，就是著名的洞庭湖了。哇，我们看看啊，哇，烟波浩渺呀，非常的宽广。这是中国第2大淡水湖啊。第一个是鄱阳湖，第2就是洞庭湖。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面就写了这个洞庭湖了啊，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非常的棒。而且现在处于深秋的季节啊，你看这个树啊，叶子都黄了，这景区还是挺美的。现在前面这里就走到岳阳楼啦，就是正对面这个黄色的3层小楼啊。它之所以有名，就是因为范仲淹写的那个《岳阳楼记》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啊。这个文章我们上学时候都学过啊，因为这个文章呢，所以这个楼也非常有名，中国4大名楼之一。今天真是下雨，雨中游览这个岳阳楼啊。但是这个岳阳楼它跟黄鹤楼啊、鹳雀楼它们比起来，并没有那么雄伟壮观啊。这个只有3层，从这里上去吧。入口进来的第1层，正对面就是刻的这个《岳阳楼记》啊。上2楼，这是木质的楼啊。哇，这不是偶遇范仲淹了吗？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欢迎大家到岳阳楼来。哇，范仲淹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就是第3层了，
很多人的。然后这里有观景的窗户啊，透过这个窗户可以看窗外的洞庭湖，800里洞庭。范仲淹写这首文章的时候，并没有来过这里啊，但他是一代大文豪，直接就写下这么有名的这个文章了。那里写的水天一色，这边是风月无边。岳阳楼的下面还有一个通道呢，从这里可以直接走到那个洞庭湖边去啊！哇塞，没想到呢，我走进来看一看，从这走出来是码头啊，可以坐船的。哎呀，这么多台阶呢，跟重庆那边的地形似的啊。景区建得非常漂亮，在这里游览1到2个小时差不多了。现在要坐车返回游轮了啊！而且物产非常丰富。现在我们都知道了，新疆地下的矿物质又坐车回来啦，回船了，还是船上暖和呀。今天这天气真是好冷好冷。船长欢迎酒会啊，这是船上的管理人员。那么接下来的话，有请我们的船长大家致敬酒词。尊敬的各位嘉宾、船长讲话呢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首先，我代表长江3号的全体工作人员，热烈的欢迎各位嘉宾光临我们新一代的高端豪华游轮长江3号，也同时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大家参加今天的船长欢迎酒会。最后，敬请我们所有的嘉宾共同举杯，祝此次的游轮之旅圆满成功。干杯！干杯！船长敬酒，哈哈，现场全是人呐，还可以跟船长拍照。好的，在我们的舞台中央的正式下面是我们的一个酒的一个小。还有很多好吃的呢，各种点心之类的啊，然后有水果、蛋糕、牛肉干啥的，这个看着好好吃呀。我们怎么在乎它，却被它全部抹杀？越恨它越生气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它怎？我们的未来是最美好的存在。开完船长欢迎酒会，现在去吃饭了啊！往餐厅走的路上呢，顺便带大家再看一下这船里面的设施。哇，这装修的也太好看了啊！对面这都是房间，楼上楼下啊。然后和它对称的这边也是一整排的房间，装修的太豪华了。这里是观景电梯，坐这个观光电梯看一下它这大厅的景色啊。哇，这2排客房非常的亮。吃晚餐了，晚上看看是什么菜啊？这边是汤，哇，小米扣辽参、酱爆鸭子，这个是烧白，就是大肥肉。这边是土豆牛腩、韭黄炒蛋、基围虾、红枣花蒸鸡，这是菜心，然后白菜，这都是热菜。这边是凉菜啊，好几种品种呢，牛肉丁儿啥的，还有蔬菜沙拉。这边是水果，西瓜、哈密瓜，各种蛋糕，选择很多啊。拿了一盘子，有荤有素，我爱吃虾就多拿点虾，还有一个南瓜汤，已经饿了。
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长江三峡游轮上，这是第3天了啊。昨天晚上这个船又开了1晚上，今天早上呀到了湖北荆州了。来看看外面，这是荆州的沙市码头啊。一会儿我们就要去荆州游览那个古城墙博物馆了。哇，想看三国故事就要来荆州啊。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。7点到8点半吃早餐，然后从8点半开始到下午的5点，一直要在荆州古城里面玩呢啊，参观古城墙，去博物馆，还要看车马坑呢。哇，上岸游览1整天，然后晚上回来再吃晚餐，然后晚上看电影，提供宵夜，这1整天就是这样安排了。跟昨天一样，还是在大厅里集合，统计人数。然后分成几个小团，有导游带领着下去坐车。上岸了，荆州港。从这台阶走过来啊，下面是长江，这个是荆州大堤。哇，穿过这个大堤才到市区了啊！看这个大堤有这么高啊！大家发现没有，长江的水位跟这个荆州市区是差不多高的，全靠这个大堤拦着呢啊！千里长江险在荆江，说的就是这一段。现在开始上大巴车，坐了1个小时的大巴车呢。现在到了湖北荆州这个楚王车马镇景点了啊。这个景点门票85呢，但我们是团队票嘛，都包含在船票里了。这边有个导游图，这景点呀，主要是看楚王陵还有王后陵的。它周围呢有陪葬墓、陪葬品，还有车马坑、祭祀坑，主要是了解历史的。车马镇展厅在原址上盖起来的啊。这就是1号车马坑了，里头都是真车和真马，楚王的陪葬墓啊。这都是马骨，都2000年了，还这么清楚啊。这里面一共有164匹马，40多辆车，北有陕西兵马俑，南有湖北这个车马坑，它这规模也是挺大的啊。这里看得清楚啊，我们仔细看看它这个车和马，这都是马的骨头啊，埋在这个土里面2000年，就是呈现现在这个样子了。这都是真马和真车。然后这里一共有40个车马坑呢，其中这个1号坑它是规模最大的。在春秋战国那时候，车和马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象征啊，有多少车和多少马，说明你的地位有多高。远处那就是楚王的墓。参观完车马镇，到这边吃饭去了。中午就不回船上了啊，下午游完荆州古城，然后才回船上呢。这个餐厅看着不错呢，很高档啊。这么大的大厅啊，这有多少桌呀？摆了10几桌呢。看看啊，我们是这个桌吧。这个餐厅确实挺大的，这应该是新人结婚用的宴会厅啊。在这里吃一桌饭，看一下有些什么菜。这个是麻婆豆腐，米饭，这边是蛋饺，这个是藕，这个是卤味的藕啊，旁边这个是排骨莲藕汤，这个是鱼块，然后这是金针菇炒青菜，还有一个红烧甲鱼呢，最后这是红菜苔。明天我们是葛洲坝，后天估计三峡大坝。为什么我们在三峡上面？吃完饭以后，下午我们第一站先到荆州博物馆参观一下。这里面最有名的啊，是有一个西汉时期的古尸，出土的时候那个皮肤什么都有弹性的。走进去看一看。
这个博物馆规模还挺大的啊，赶紧跟上大部队一起走。围的人最多的这地方就是那个出土的古石啊，看一看，我把他的头挡住啊，2000年前的古尸了，是个男性的啊。然后胆结石，然后这边是他的内脏都解剖出来了，单独的保存啊。他死的时候60岁，身高1.58米，他是当时的一个当官的人啊，有权势有地位。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是一具女尸，然后荆州这地方是一具男尸，这是全国2个保存很完整的这2具古尸啊。湖南那个女尸叫做辛追夫人，这个呢她是姓税，叫税先生。怎么知道她叫税这个名字的啊？因为这里出土了一个玉，这上面的刻着她的那个税字啊，这是玉印。她死了以后含在嘴里的。古代的人很喜欢玉嘛，死的时候手里要握的玉，嘴里要含着玉，脑袋下面要枕的玉。这个最小的，这是含在她嘴里的。这上面刻了个税。参观完荆州博物馆，现在又到了荆州古城墙了。最早时候关羽建的这个荆州古城啊，上城墙参观一下。古代的时候是可以骑马从这里走上来的啊。这就是城墙上面了。然后这里面呢是问城。问城也特别大呀，问城的作用就是困住敌人的。比如说敌人从这个门冲进来了，但其实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门，他们就被困在这里面了。站在城墙上的守卫的士兵就可以往下放冷箭。问城，问中捉鳖嘛，就是这个问的意思。这上面还有一个城楼，到城楼里面参观一下。正中间有刘关张、诸葛亮他们的塑像，从这里还可以上楼。上到2楼，这正中间有一个荆州古城的模型，可以了解一下。更重要是到这个外面来看风景呢，这里的视野是最宽阔的啊！哇，可以看到那个护城河，然后这边是那个问城。这是防御体系啊，荆州古城呢处于这个大平原上面，没有险可守，所以在这里建了这个城墙什么的，为了防御嘛。对面是城外高楼大厦啊。再转到这边，可以沿着这里转一圈的。这是荆州城墙嘛，一直往前走。这边是城内的方向啊，然后一进了城内，第一个就是张居正的故居。张居正明朝的宰相啊，为明朝延命续命50年，也可以进去参观的。然后这个古城内啊，很少有超过5层的那个高楼大厦，基本上还保持了这个古城的这个原貌啊。今天真的是一趟历史之旅，早上去的车马坑，中午去的博物馆，下午来的古城墙，都是历史啊。荆州锅盔地方小吃，要往这炉子里放了。不怕烫吗？不烫。荆州地方小吃锅盔，刚烤出来的，热腾腾的，非常好吃。6块钱一个啊，刷点辣椒酱，上面还撒着芝麻。然后这里是荆州城的正门，从城墙上下来，旁边就是张居正故居，可以一起玩一下。张居正万历年间的宰相啊，他死了以后下场比较惨，然后他们家人呢都被困死在这个院子里面了啊，不给吃的，不给喝的，活活饿死了。
我们现在在三峡截流纪念园，这个地方是看正面这个三峡大坝的最佳观景位置啊。中间像梳子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是大坝泄流的啊，泄洪的那个孔。然后两边呢是发电的，中间泄流，两边发电。然后那个地方，那个房子就是那个垂直升船机啊。再往那边走才是大船的那个5级船闸呢，在这儿看不到，被那个山挡住了。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正面。我们在电视上新闻里看的那个三峡大坝泄洪的场面，就是在这里拍的啊，哈哈，在这里拍个照吧，纪念一下。后门关上，现在我们还没有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三峡游轮上啊，现在前面马上要过三峡大坝了。后方2扇闸门，你看大坝的那个门已经打开了，现在我们的船就要开进去。这里写的进闸，那2扇闸门里头已经有一个船了啊，我们的船要去它后面去。我们在这个长江3号的游轮上，这全是拍照的游客呀。你看，大家都不在房间里站着了，都来甲板上来看了啊，难得一见呢。这也算是一个这个三峡大坝它有5级船闸呢，我们现在进的是第1级。我们的船是晚上6点半，现在进入这个闸门，从这边全部通过这5个闸门，需要3、4个小时呢啊。要承受很大的超级大的2个门啊！那么你能刨经过这个闸门啊，但是我今天早上刚看了葛洲坝那个船闸，晚上就看三峡大坝的船闸了啊。近距离看看这个闸门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船闸里面了。这里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，可以同时放好几艘船。一会儿我们的船呢要到这个上面去，这里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线啊。怎么样上去呢？一会儿把门关上以后啊，就往这里面放水，水涨船高，随着水升高的这个船也会升高，一会儿就到达这个位置去了啊。你看看它要放多少水才能把这个空间填满呢？很期待啊！这船闸里面好多竖条的这个凹槽，这是干啥用的啊？这个凹槽的底部呢，它有一个那个桩子，就这个船停好以后啊，要把缆绳系在那个桩子上去固定船呢。一会儿不是放水的时候啊，这个船就会往上走，然后这个东西它也会跟着船往上走啊，因为它是有浮力的。就是固定船的这个作用啊。我们的船快顶到前面那个船了，哇，还在往前走啊。这船长的驾驶技术很高啊。放个广角看看，前面那个船上装的都是汽车啊，哇，装了一船的汽车了。前面那个船也是很牛的，你看它离那个墙壁也是靠得非常近，紧紧的贴在墙边。我们这个船也正在往那边上靠呢啊，一会儿要拴住那个柱子上去。哇，这个柱子真的很高啊，这个凹槽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凹槽呢，这里面是梯子。你看这里有很多的梯子啊，这是给检修人员走的这个梯子，万一这里面出现什么情况，他们就顺着这个梯子走下来了。这梯子也几十米高呢。过这一次5级船闸需要花费很多时间，这一天算下来啊，总共也通过不了多少艘船。现在长江上的船这么多啊，货运这么繁忙，所以留给这个邮轮名额就非常少。大部分的邮轮呢都不会让他们通过这个船闸，我们这个邮轮呢是为数不多的几艘就允许通过船闸的这个船，所以能完整的看到这个船是如何通过三峡大坝这5级船闸的，机会非常难得啊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邮轮的船头位置，
现在呢，我们的船已经整个都进入这个船闸了，那个是船尾啊，然后后面那个大门也关上了，这时候就要放水了。到船尾看一下我们的船后面还有没有跟的其他船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船太大了，长度150米。现在已经开闸放水了，你看这里有个刻度线，90米。你和那个对比一下，看我们的船是不是一直在往上走啊？这速度还是挺快的吧？这一会儿，你看都快超了那个90的数字了。哇，这真的是超级快的，超级快耶！它这个放水的时候，不是说从这两边像自来水似的那样打开水龙头放水啊，你是看不到放水的过程，因为它那个水啊是从这个船闸的底部这样放出来的，你看不到的。但是就这个速度相当快了，放到那里95米。从这里可以完全的看到这个闸门，它是人字形闸门啊。哇，这两个闸门承受的水的压强可是相当大了啊！哇塞，看那个95的字，现在已经跑到我们船下面去了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船闸上面来了啊！你看，和这个最高的地方已经齐平了，只要3-5分钟的时间就升上来了。大部分的时间花费在排队进船闸，还有等待的时间。其实进来固定好以后，这个放水的速度非常非常快。水涨船高啊，现在水的位置升高了，我们的船也涨上来了。然后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前面的闸门打开，我们开进去，然后进第二个闸门，一级一级的，一共把5个闸门全部通过，我们的船就上去了啊。从这里看一下刚才那个凹槽，就是固定船的那个凹槽，这还挺大的。这个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长江三峡游轮上，今天已经是坐船的第5天了啊！哇，8天7晚的旅程，今天都第5天了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巫山县城了啊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后面这个就是巫山县城，巫山最有名的就是巫山烤全鱼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哇，这里停了好多这个观光的船呢啊。然后这个县城有什么特点呢？它是建在山上的啊，你看那个房子在山顶上呢，而且每一个房子盖的都特别的密，挨得很紧啊。看一下今天的行程表，早上7点半左右，我们的船呢就经过了巫山著名的神女峰了。巫山有12峰，最有名的就是神女峰。然后9点钟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游览这个巫山小三峡，还有小三峡，这2个都是坐船游览的啊，基本上不需要步行。今天会是非常轻松的一天啊。上午出去游览了，然后下午呢就不下船了。下午在船上呢去喝个下午茶，然后看个电影。船上还会举办这些活动，还有酒吧、电影院，非常轻松。今天的天气不错，然后这个是船上的2楼餐厅，在这里吃了早饭啊，都不用上岸的，直接就换旁边这个船，这就是小三峡的船。上船了，一共2层呢，这里面能坐不少人啊，2排座位，直接去2楼看一看吧。这观景窗户效果也不错的。我们的茶呢，还有3婆茶，还有2楼都是沙发，对着坐的，2排座位来感受一下。到后面的甲板看一下吧。带一点这些土特产品和气，哇，不管是自己品尝，这里真宽敞的啊！这里拍照不错，可以把国旗也拍上。因为我们哦，3楼的这个甲板是收费的，30一位啊。前面这不是驾驶室吗？船长室啊。
哦，好好好。哇塞，这么多按钮。站能靠窗户。这边也是。这里的视野最好了啊。那你们几位呢？看看。哇，船长室都可以进去啊，厉害了。不过就站在这里，哇，吹的江风非常爽。发船了，哇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长江3号的全景啊，非常巨大的一艘船，长江上最豪华的那个电推力的船啊。从这船上可以看到，整个县城都建在山顶上啊。随着地势起伏，这个建筑物呀也是高低错落有致。他们为啥住到山上去呢？因为这个三峡大坝修建了以后，长江水位上涨了100多米，把这个巫山老县城都淹在水底了。所以这是他们搬迁到山上以后建的新县城啊。这是广东深圳那边援建的，给他们盖楼房、修桥，帮助建造起来的啊。然后前面呢，我们马上就进入这个峡谷了，穿过这个拱形桥。洪湖水呀，浪呀嘛浪大浪啊，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。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，晚上回来雨漫长，晚上回来雨漫长大家快看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村庄啊，这村庄只有1户人家，1户人家就是一个村庄啊。哇，大家快看这个房子旁边坐了个老人在这里啊，年轻人都出去了，都搬迁走了嘛。以前他们的这个村庄啊都淹在这个江底了，现在呀这村庄里就剩下他1户人家了，村支书也是他们，村委也是他们，村里的什么干部全是他们一家人啊。然后他们住在这里，后面是他们的那个田，那是梯田。那里还专门给他装了个那个卫星天线呢，那个，哇，这是他们出入的这个交通，一个小船。然后大家看这里还有个小岛呢，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岛啊，那个岛下面啊就是以前他们的村庄，都被淹没了嘛。修三峡大坝，这个水涨了有将近100米呢。哇，快看，这是猪八戒啊！猪八戒的头，两边是耳朵。这个是美女洗头，美女的头发，这是她的脚，倒着在河边洗头呢。哦，是不是？看这个黄色的悬崖，这里有2个洞，左边、右边。右边这个大的洞里面放了个棺材，这就是悬棺。看这里，这里面放了个悬棺，这是8人，他们死了以后习俗啊，丧葬习俗。哇，放那么高的位置啊！你看这个山有多高，放的那么高。就到此了啊。我们再看一下右上角这个山顶上。有一个黑乎乎的洞，这个山洞里面据说以前呢有当地的8人住在里面，哇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啊！住在这洞里面生活该多不方便呢，但它确实是一个避难的好地方。现在去小三峡要换这种小船，乌篷船啊，一个船能坐30多人，上满了就发船。哇，它这个底儿啊是玻璃的，观景的，后面还有一个小甲板，可以过来拍拍照啥的啊。
这小船还不错。我们修水前的时候，我们大山这个小小三峡，它两岸的山更高啊，峡谷更深，感觉这是天开一线的样子啊。然后，这里的水就很浅了嘛，不能用大船啊，只能换这种小船来游览。这两侧的山上都住了很多人呢啊，现在还有7万多人住在这里呢。他们出入交通都靠这个小船。这里的水也更绿啊。山下山过去为看前面这个山崖的中间，这里有好几个洞，然后第2个洞的洞里面放的一口棺材，能看到吧？一口棺材放在这里，这是当地的巴人他们的一个丧葬习俗啊。他们认为人死了以后要把它放得高一点，离天近一点，这样就可以更接近神明。但至于这怎么把棺材放上去的，这是一个谜啊，到现在专家也解释不清楚，非常神秘啊。这个船在玄关下面开始掉头了，然后就回去了，来回可能需要40分钟左右。我们的右上方就是这个洞里面。中午吃饭了啊，2楼的餐厅，带大家看看吃些啥呢？今天坐船回来已经是1点钟了啊，已经饿了。这边是鲜的什么呀？牛排吗？然后馒头、米饭。这个是番茄牛腩汤，这也有一个汤，然后是鸡排，这个是辣子鸡，哇，好多辣椒呀！重庆这边都吃辣椒啊。这是酸汤兔子肉，黄焖甲鱼哦。那天我们在荆州就吃这个甲鱼了，在船上也可以吃甲鱼啊。就小王八，红烧鱼、虾饺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小酥肉。这个是木耳那个山药。然后白灼时蔬，青菜啊，今天是游轮旅行的第6天了啊，8天7晚，今天第6天，早上正在这点名呢，一会儿我们要去这个白帝城了。然后到这边去看一下今天的行程表啊，都在这个机器上写着呢。今天早上8点一刻出去游览著名的奉节白帝城，然后下午呢去那个三峡之巅，然后下午回来呢看2个电影，在船上吃个晚餐，今天就结束了。看一下我们的总行程啊，从武汉出发的，现在已经走了大半个行程了，到达奉节了。看这个出发的队伍挺长的吧，前面就是重庆奉节港。从船上下来了，看看我们这个长江3号，非常的豪华壮观呢，这么长呢啊！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导游带着去坐车了，坐车到白帝城啊，一大帮子人呢。这个老的奉节县城，随着三峡大坝修建，也被淹没在长江里面了啊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一斗门，就是从老县城里面原地搬迁上来的。哇，这么大个门都能搬上来啊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县城都是新县城。体重如果超过了100期，要多增加手续。那大家呢要做就事先与教服商量哈。检票进来了。这里门票60块钱，但因为我们是三峡邮轮的一价全含，所以直接发门票进来啊。然后这里呢就是白帝城，一个江中的小岛，通过这个桥就可以走过去。大家看后面那山顶上云雾缭绕的地方，就是三峡之巅，三峡最高的地方啊。我们下午去那里，然后早上在这个白帝城。我想起来李白那首诗了啊，李白在《早发白帝城》里面写道：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就是在一个云雾缭绕的早上，坐船离开了白帝城，哇，就是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。
历史上不光是李白呀，还有杜甫、苏东坡，他们很多的诗人都来这里游览过，写过诗，所以奉节呢也被称作中国的诗城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走过桥到白帝城去啊。这个岛呢，在三国时期，刘备被那个陆逊火烧连营，他就失败了嘛，刘备就逃到这个岛上了啊，也是在这个岛上去世的。然后他就托孤，刘备托孤的故事嘛，发生在这岛上，所以这个岛非常有名。这白帝城有300多个台阶，如果走不动的话，可以坐滑竿，让人给你抬上去啊。坐这个滑竿，单程是120，往返200。这个就是托孤堂，刘备去世之前，把他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了啊。这就是还原当时的景象，弄的这个雕像啊。正前面是刘备，这是诸葛亮拿着个扇子，旁边都是文武百官。这里有好几块石碑呢，这个上面写的“白帝城排八阵图”。这句话是啥意思呢？当时诸葛亮提前算到了刘备失败以后会逃往白帝城，所以他在路上就提前布下了八阵图，就是防止追兵的。果然过不了多久啊，陆逊率领的东吴的将领就追过来了，但是他们误入八阵图，一直也走不出来，被困在里面了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那个诸葛亮的老丈人黄承彦啊，帮助他们走出来了。一个小故事。这里有个亭子叫做观星亭，当时诸葛亮就是在这里夜观星象，算出来刘备有一难了，所以提前在路下布下了八阵图，困住了追兵3天3夜啊。然后这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诗，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，那个杜甫写的啊，非常悲伤的一首七律诗。这个院子里有很多百年老树的，这个就是其中之一，这叫黄葛树，它是重庆的市树。这里围着这么多人是干啥呢？因为白帝城这里有一个很有名的拍照点，就是后面这里啊，它是10块钱人民币的背景图案，这叫夔门。这两边的山呀，就像一座门一样，把长江锁住了啊。后面那里就是三峡制高点。长江从这个峡谷里出来以后，这个江面一下就开阔了。夔门，因为这里有一个那个碑呢，上面写的夔门2个字，那个夔字还挺难写的啊。来这里拍照一定要拿一个10块钱的人民币。下午我们要坐这个电瓶车去三峡之巅了啊，这是门票。我们是坐这个大巴车上来的，然后再换这个小车上山顶。小车也能坐不少人了呀。5多个。全是盘山公路。坐车10分钟到山顶了，三峡之巅。哇，这是余秋雨写的。这山顶起大雾了啊，而且现在下雪了，雨夹雪，能不能看到这个雪呀？没想到重庆这里也会下雪啊！这个山顶的海拔1388米啊，估计到山顶也看不到什么景色啊，因为雾气很大。但是来都来了，上去看看吧，走，跟上大部队。看这台阶上的雪啊，很明显吧？也还挺厚的，走上来特别的滑，这真的是雪呀，朋友们！哇，没想到今年的第一场雪是在重庆看的啊，这雪都结冰了，很滑的。这里是夔门的夔字啊，这个字确实是很少见，笔画也非常多。哇，看这在下雪呢，这个雪哗哗的下呢啊，走，继续走。这个季节本来是看三峡红叶的，但现在没有红叶了，只有这红果子还在呢。看这果子上还结的冰呢啊，冰碴子。对呀。
哇，特别的好看，晶莹剔透的感觉，剔透，太美了。看这绿叶上都落满了雪啊！没想到重庆这雪下的还挺大，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海拔升高了，海拔每升高1000米，温度降低6度啊。我们现在的海拔是1388米，比山脚下降低了好几度呢。所以山脚没有下雪，但是山顶下的很大。前面这个观景台就走到头了啊，到这上面看看能不能看到风景。这里有一个三峡之巅的牌子，可以拍个照。哇，这下面雾蒙蒙一片啊，啥也看不到的。那里还有个玻璃观景台呢，这本来是能看到下面的长江的啊，但现在这雾气实在是太大了，四面八方全都是白茫茫一片啊，哇，啥也看不到。这里有一个牛角喇叭，看看我的那个肺活量。哦，这山顶还有片天池呢啊，山巅的天池。哎呀，下歇了，好大的歇呀！以前这山顶上肯定很多猴子啊，到处叫。李白写的那首诗不是吗？两岸猿声啼不住啊。但是现在没有猴子了，没有什么动物啊，感受不到李白写诗的那个情景了。可能是游客太多，把猴子都吓跑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长江三峡游轮上，看外面呢就是长江水了啊。我们现在正在江上面行驶呢。这两天我发了几个坐船的视频啊，好多网友特别好奇，有很多疑问给我留言。很多人就问我船上好不好玩呀？去这些景点要不要钱啦？船上吃的怎么样啊？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拍一拍船上的一日三餐吃的好不好啊？早中晚全都拍一下。船上的吃饭都是自助餐，就是随便吃，管够啊，只要不浪费你就随便吃啊，行吧？现在带大家去那个餐厅看一看啊，看看他一日三餐吃什么。早餐时间，现在是早上7点47，吃个早饭啊。我们的船还在一直走呢，边走边吃早饭啊。看看早上吃点啥呢？这围着人最多的地方是面条，这还有粉，这是宽粉啊，那边是面条，现煮的。还有这是各种调料，很多种的，香菜呀、葱啥的。这是肉酱，这边是什么酱呀？也是肉酱，这也是肉酱。然后白米粥、瘦肉粥，这是肉包子、馒头，这是杂粮、胡萝卜、玉米、土豆、培根，这是猪肉肠，这是豆干、鸡蛋、毛豆、土豆片，这是白菜。这边是热菜，这边就是凉菜，小鱼干。这凉菜每次早中晚是一样的。这烤面包，这有面包机，水果，面包都是一样的啊，早餐、中餐、晚餐都有。春卷，这边还有豆浆、牛奶、咖啡。这是咖啡伴侣吧，白砂糖之类的。我喜欢喝豆浆，然后再加点这个燕麦片啥的啊。这是花子仁，燕麦也来点，营养早餐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早餐就简单吃一点啊，来碗牛肉面。重庆小面嘛，然后简单来一点豆腐干、土豆片啥的。早餐吃少，中午再好好吃。午餐时间，午餐时间到，
这是2楼餐厅，看一下吃什么呢啊？它这两边是对称的，这边有一排，这边也有一排，两边的菜都是一样的，所以看一边就可以了。很多人都坐满了。这是米饭、包子、花卷、肉包子，我不能吃。这个是鸡汤，板栗鸡汤。哦，还有板栗呢。对，这板栗还挺多的呀。对，在下面都存着。对，从下面捞呢。这个是绿豆南瓜汤，这个是红腰豆掌中宝，这是有蚕豆还有那个肉吧。这个是长寿甜烧白，这里面有肉的啊。这川渝地区的一个传统的菜，鱼香肉丝。这个是鲍鱼鸡，里面有鸡肉有鲍鱼的啊，都被人把鲍鱼挑走了。这是毛豆水煮鱼，牛腩番茄牛腩。因为我拍的时候这个菜都被人夹完了，所以这是香肠卤肉卷青菜，我都是吃完才过来拍的啊，所以好多菜你看都被人夹完了。这边是蛋糕区，好几种蛋糕呢，还有水果。这个绿色的瓜很好吃啊，它不是哈密瓜，它软软的。苹果、蔬菜沙拉，这个也被拿完了。凉拌的海带，这是什么肉啊？这个是核桃、小鱼干。这个肉看来很好吃啊，都被人拿光了。这些是小菜。这边还有酒水呢啊，有白酒。还有好多种小酒呢，但是这个是收费的啊，郎酒、江小白，这上面都贴着标签呢。然后这里也有那个收费的价目表，二锅头，还有茅台呢，五粮液什么都有，红酒，然后免费的酒也有啊，这边是免费的酒，这是张裕的这个气泡酒，然后啤酒。瓶装的啤酒，这个是重庆啤酒啊，这边是免费区，然后可乐、雪碧，这边有热茶、橙汁儿、葡萄汁儿，这里还有好多人排队取餐呢，这是什么好东西啊？哦，铁板鱿鱼，现烤的呀。先拿了2盘，这个是热菜，这个是水果。然后品种花样非常多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合理。然后再来一个南瓜汤，一个张裕的这个是葡萄酒吧。哎呀，一天3顿都管饭啊，随便吃随便造，不用一次性拿很多啊，不够吃再过去拿。我要开始吃了啊，全是我爱吃的，鱼肉、鸡肉，还有鲍鱼呢。太丰富了，我就爱吃这种自助餐啊！在船上玩几天，真的都要吃胖了。水果也造。看一下取餐的人，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为主啊，餐厅都坐满了，座无虚席。你看一下吃饭的人，也大部分是中老年为主。退休人员都出来玩了。晚餐时间，又到了晚饭时间了啊！看窗户外面天完全都黑了，看看晚上吃啥呢？这是花卷、发糕、炒米饭、冬瓜汤，旁边是排骨汤，这边是奥尔良烤翅、鸡腿和鸡翅啊。这边是酱板鸭、鸭肉，这个是香辣猪蹄儿，猪蹄儿好多辣椒呀。这个宫保鸡丁，这边是包浆豆腐，
旁边这个是剁椒鱼头，鱼头吃的人挺多呀，都拿光了，快。青椒玉米，这个水煮兔肉，兔子肉啊，这是啊，真是很少见。奶油娃娃菜，这都是热菜啊。这边是凉菜，这是各种的咸菜，这是凉菜，这是什么肉呀？青豆。这个是白切鸡吗？这个好像是豆腐块吧，豆腐皮儿。白菜，水果，小橘子，然后蛋糕，蛋糕吃的也挺快呀，都盘子都空了。各种小蛋糕，看着挺诱人啊。还有披萨，这里还有煮汤圆呢。这用餐环境非常棒啊！在船上这几天我都吃胖了，然后简简单单，我先拿了一盘，不够的话一会儿再去拿。我爱吃鱼肉嘛，还有鸡肉，就多拿点这个。猪肉留给别人吃啊，然后喝碗汤，来个这个馒头，馒头也挺好吃的，不一定非要吃米饭。太香了。晚上应该少吃点啊，不然确实会长胖的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长江三峡邮轮上，哇，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啊，明天早上就到重庆要下船了，所以今天是在船上的最后一天了，相当于。现在我们的船已经到达重庆的涪陵了啊，看看身后的涪陵，这个楼房盖得非常密啊，都是高楼大厦在江边。今天我们要去参观那个816核工程的啊，现在广播已经通知要集合了，要马上出发了。我还在这个楼顶的甲板上闲逛呢啊，赶紧下去集合。下了船以后坐大巴，大巴车已经等在这了。这个是白鹤梁水下博物馆，这个博物馆也很出名的，可惜没有时间参观了。坐车40分钟，现在就到了门口了。这个816核工程的入口在对面呢，这个地方是入口。这个工程呀，把这整个山都掏空了啊，在这大山里头呢。这是1966年的时候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建设的啊，花费了7点多个亿呢。当时的7个多亿非常值钱啊。这个在以前啊是国家重大秘密啊，后来就给公开了，现在可以买票进去参观的啊。看一下门票，50块钱一个人啊，但因为我们是游船的嘛，一价全包了。要从这里走进去了。这个工程已经完工了85%了，后来又停工了，从来没有启用过。来参观的人非常多，都在门口排队呢，因为要坐这个车进去，这个通道特别长啊。这都是人工挖的这个山洞啊。这里面超级巨大的，像一个地下迷宫啊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引水洞，这个洞啊是从乌江里面取水的，给这个反应堆冷却用的啊。这个洞好几公里长呢，它是从那个乌江边上放的几台那个水泵，把水抽到这里面，给那些机器冷却降温的。这里面的路真是四通八达的啊，这楼上楼下都好几层呢。如果没有认识的人领着走的话，确实是会迷路的。你看这里面黑洞洞的，也没开灯，好深啊！从这边再走。这个是设备厂房，哇，相当的高了，好几层。那里导游正在讲呢。然后这些窗户里面
以前都是有设备的啊。这些房间看得很神秘呀，这边还很空旷的。然后这里又是一条通道，也不知道通向何方了。这是26号支洞，这里面洞连着洞啊。这个洞里面是恒温恒湿的，进来也不冷，也没有什么风，所以它温度是恒定的，因为已经深入山体的内部了。大家快看，这里有个原子弹的仿制模型。我们国家1965年5月14号爆炸了第一个原子弹，这个是 A2923型的原子弹啊。中国成为继美国、苏联、英国、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。从这个门进去就是816核工程的那个展厅了，这里面最大最核心的那个反应室啊，一共上下12层呢。先是有一段展览啊，一些知识。这就是整个工程的3维图了，它有非常多的主洞和支洞组成。我们是从其中一个支洞走进来的，哇，这里面真的是四通八达，就像迷宫一样。还好是有导游带着我们走的，边走边讲解，让我们对这里面有个基本的了解啊。哇塞，现在就走到核反应堆这个锅底了。趁现在旅游团还没来啊，就我一个人在这里看一看啊。哇塞，这个下面就是放反应堆的那个核装置的地方啊。但是因为这个工程从来没有启用过，所以我们来旅游也不用怕担心被核辐射啊。这个绿色的灯光看着让人有一点害怕呀，想起了《生化危机》那个游戏。中间有个桥，还可以走过来呀。我们统一等候一下啊。这个里面就是整个816核工程最核心的地方啊。如果建好了以后，这里就是整个工程核辐射最严重的地方啊。还好它没有启用，我们现在进来参观也没啥事。我们看它的这顶上有很多的孔，一共2000多个呢。那个孔里面呢就插的燃料棒。如果这个房间里面不小心发生核泄漏啊，就安排工作人员从这个小门进来，然后赶紧1分钟之内就得赶紧出来呢，不然核辐射太严重了。这个墙上还写着当时的口号呢：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。这个是仪表室啊，这墙上满满当当放的全是仪表。这个仪表就是监测那个燃料棒工作状态监测的。这仪表很贵的啊，每一个仪表都能换一个小汽车。现在还留下有1000多个仪表呢。这是上海光华仪表厂制造的啊。这个绿灯亮的时候是正常的，红灯亮的时候就出问题了，可能发生什么泄漏了，赶紧要去维修。这个是反应堆大厅，哇，超级大的一个大厅啊！你看看这高度，这是最核心的一个房间。很难想象这是人工在山里面挖出来的这么大的大厅啊！这大厅的下面呢，就是放着那个核燃料棒，这么多燃料棒对应的刚才那个锅底的那个孔啊，一个孔对应一个燃料棒。看一下这个房顶啊，那里有一个吊装的那个机器，那个重达几十吨啊，全是靠人力给它放上去的。然后那个的作用主要就是吊这个燃料棒的。这个是进风中心，这里面有排风塔的，也是很大一个空间。这里果然感觉风呼呼的从里面吹出来了。这排风中心。哎呀，要保证这洞里面空气流通也是个大工程啊。这个工程非常坚固啊！你看这么大的空间，这么坚固的墙壁，虽然它没有启用，
但是以后万一发生核战争什么，可以当做避难所来用啊。这里面可以藏不少人呢。万一生化危机哪一天来了，就躲到这里面来啊。这么逆天的工程，却是依靠非常原始的工具挖出来的啊。这就是展示的当时的用的工具：军镐、防风防尘的眼镜。这是用了几万人的工程兵18年的时间挖出来的军用马扎。因为那个年代是没有大型机械设备的。这是老式的马灯。前面就是出口了。哎呀，又是重见天日的感觉。整个参观1个小时左右吧。又到了马路上了，我们从那个口进去的，然后从这个口出来了。这个口就隐藏在这山的下面啊，这周围都是很茂密的树，真的不仔细看是发现不了这个入口的。现在在外面啊，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山的顶部，那里有一节露出来的烟囱，它其实总长呀达到300米呢，是给这个洞里面通风那个用的啊。当时这个工程是国家绝密的嘛，附近的老百姓啊都不知道这个山里面在干什么，他们只能看到外面露出来一大截烟囱，但是谁也不知道那里面是干啥的啊，很神秘，很神秘。后来还好解密了嘛，所以我们现在才能进去玩呢。参观完毕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长江三峡邮轮上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达重庆了，停靠在重庆朝天门的17号码头。哇，旅行结束了，今天马上要下船了啊！现在是早上的7点45。哇，这次的旅行真是太难忘了啊！从武汉出发到重庆，8天7晚。今天是最后一天啊！哎呀，都舍不得下船了。船上吃得好，住得好啊！愉快的旅行。哇，快看，刚才有一个地铁通过我身后这个桥了，这是重庆的那个东水门大桥啊，它是双层的，下面这层走地铁，上面那层走汽车，横跨整个长江啊，很壮观的这桥。走之前啊，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船吧，其实很多地方我都没有拍到呢。很多朋友问我，船上待这么长的时间，不会感到无聊吗？船上有什么娱乐设施是吧？今天带大家再仔细的转一下啊，这个是楼顶的甲板，你看还有个泳池呢。但是这个季节肯定不能游泳啊，你要夏天来的话，就可以在里面玩水。然后那个上面还有一个顶层甲板呢，可以上去遛弯呀、看风景啊。然后船上还有健身房、KTV、电影院呢，带大家都转一下啊，然后再看看那个总统套房，船上最贵的房间什么样？走。带大家看一下船上最好的房间啊，总统套房，整艘船呀只有2间，我们看其中一间啊，它在3楼的船头呢，从这里就进来了。整个房间啊，195个平方，连前面的甲板啊，哇塞，真的是非常宽敞。这个是大客厅，然后会客啊，然后这边呢还有办公桌。然后喝茶的地方，前面的甲板呢也是属于房间专属的那个甲板啊，这么大一个，位于船头。来看看他的房间里面啊，对面是卧室，看1.8米的大床，哇，这么宽敞呢！你像船上的空间都是寸土寸金嘛，他这一个人独享这么大的卧室。然后这边呢是衣帽间，还有茶水间、咖啡机。这里面是衣帽间啊，有这个保险柜。这边是它的卫生间，
然后带一个浴缸。这边是有冲屁屁的那个马桶啊，自动马桶。然后它的这个洗漱用品啊，都是用的，这是什么牌子的？欧舒丹，反正都是牌子货啊。哇，这个卫生间里面好香啊，香喷喷的。怎么样？这个房间价格也是很贵啊，1万多一个人。你想想，你这房间要租多少个人啊？但是他享受到的服务也不一样，有专人专车的服务，然后呢还有给你送餐的服务，还有私人管家，这些必须得给你配齐了啊。然后我们去看看他的那个甲板有多大。我们现在正走在这个长江三峡大坝上啊，正在过这个5级船闸呢。你看前面的这个舱门打开了，哇塞，这就是他独享的这么大的一个甲板。非常的宽敞啊！大家看啊，别的住店的客人呢，只能在那个5楼那个地方去看啊，大家都挤在那上面去看。但是如果你是这个总统套房的人，前面这么大的这个阳台面积，就你是自己私人的专属的，不用跟别人去挤啊。而且这里有这些沙发，摆的都很齐全。这边是健身房，哇，跑步机、自行车，还有这个哑铃之类的啊。一般健身房人比较少，我平时都不去健身房的啊，也没有专门练过健身，只能是随便玩一玩了。这里还有儿童乐园呢，带小朋友的可以让他们来这玩。简单的一些游乐设施啊，旁边呢还有麻将室、自动麻将机啊，这边也有一个，然后这边是 KTV， 哇塞，还挺宽敞的啊。但是船上的 KTV 和麻将室是另外收费的啊。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电影院呢，哇，这空间真大呀！能想到吗？船上有这么大的空间的一个电影院，每天固定时间会放电影啊。这个座椅还是皮沙发呢，坐的挺舒服的啊，软软的。船上这2楼大厅装修非常豪华啊。然后这边是前台接待，这边是礼宾部。正对面有2个电梯，我们现在在2楼啊，那个3楼、4楼全都是客房，转一圈看一看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下面是商铺，可以逛商店。这边是茶室，喝茶的。摄影中心就是帮你拍照的，拍好了可以在电脑上选啊，打印出来带走。精品店，矿泉水呀，卖一些零食呀、纪念品啊。这是休闲康养中心，就是按摩馆，出去累了可以来这里按摩一下。这个是价格表，足疗、肩颈、修脚、全身 SPA， 好几种呢，采耳、刮痧都可以。休闲康养中心就是理发室。洗头理发，这是旗袍店，穿个旗袍出去美美的拍照片。这里有一个长江3号的模型，对着这个模型先看看它整体布局啊。整条船长150米啊，宽度是23米，很豪华的啊。这是7楼的顶层甲板，有一个跑道啊，可以散散步啥的。这是6楼的甲板，有一个露天的酒吧，还有泳池呢。夏天的话可以去泳池里面玩。然后5楼的这个船头也是一个室内的酒吧，开会啊、唱歌跳舞的地方。4楼的船头是船长驾驶室啊。3楼的船头是 VIP 房间，总统套房就在3楼。前面这个甲板也是专属于3楼 VIP 房间的啊。
其他地方这都是客房了，都带着阳台呢啊，一共250间房，住满以后能住600人呢，真是一个移动的豪华酒店呀。船尾部分2层、3层，这都是餐厅。船上5楼有一个星海酒吧，这里正有表演呢啊，进来看看。哇哦，都装扮上了，你看看这个节奏，一群美女啊，主持人唱，哇，大家在鼓掌呢。接下来的一曲舞坐下来蹈是观看出自表演，唐朝诗人杜甫的一然后首诗前台那《丽人里情可以》。 3月3日酒天气喝点晴，酒啥的长安水边多丽人。这都是船上的员工，他们平时排练的节目。要握握起来 ，everybody now shake it down, shake it down, shake it down, keep close。玩嗨了呀，直接在酒吧里就蹦开低了，哇，这叮咣叮咣的啊！下船啦，长江3号拜拜啦。然后从这边上台阶，重庆这里呀，很多台阶的，到处都是台阶呀。我预约了这个大巴车了，大巴车会把我拉到西站，从西站坐火车。然后去珠海啊，然后我去澳门再玩一下。哎呀，这全是船上客人的行李啊，都有人帮他们挑上来了，挑到码头上啊。然后我现在坐这个车去重庆西站啊，这个也是免费的，船上提供的车。坐上车了，到珠海要7个小时。